很早了。早安，早安。早安，你们好，哇，你们好早哦。现在是7:05。啊，我们不是约6点咩？因为要 make up，然后要绑头发。哦，可能要化妆比较久，不然不能见人。那你们来的时间刚刚好，因为我们的厨房已经要开始准备食物喽。哇，真的早起了，鸟儿有虫吃哎。真的太好了。哎，不是给你吃哦，是给鱼儿吃。你不要还有贪吃。这句话嘞，让我们以为他没有来嘞，还是我没有睡醒。谢谢你，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就继续探索海洋生物的秘密了。走吧，走吧。哎，要打起精神来。小岛国大发现。那这里就是我们食物准备的地方。哦。 Good morning, everybody. 那其实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很多？很多可以吃满汉全席了，我只是1个礼拜。你是1个礼拜3天。这是1天的量啊。其实我们每天就会差不多花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去准备差不多400公斤的食物给10万只1000种类的鱼儿去吃哦。 10万啊！但是今天我们是在 Fasting Day， Fasting Day， 我知道，节食日。对，哇，你真聪明。所以减肥哈，这些鱼。他们没有减肥，但是在野外，其实他们没有每天去吃，所以我们也跟着野外一样，就照时间表去喂它们。我在看这些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有哪一种鱼吃土？那个是不是土？那个不是土，来，拍一下。来，这不是土吗？其实这个是我们特地准备的高营养成分的食物块，这些都是给我们的草食动物吃的。那边还那个是什么？腐猪皮。你要猜这个是什么吗？你闻。猪皮。你闻一下。咖喱。鱼要吃什么？配辣椒啊？吃鸡饭哦，它。其实我们加咖喱是因为我们要去提高他们的免疫力，也去给他们有食欲去吃东西。就是我们问号房的问题。来，我们要答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水族馆的鱼类吃什么增强免疫力？鱼肝油。哇，吃自己的泪啊！专门给鱼类吃的鱼肝油来增强免疫力的。OK，我觉得他们会自己做出一些药物啦，就掺在鱼饲料里面，然后就喂食。我觉得它是吃虫，或者是那种昆虫，或者是昆药。有那个蛋白质，然后就增强他们的。这个节目要把我们逼疯了。哦，所以鱼是吃咖喱，所以才增强免疫力，还有它的食欲。对。可是我比较好奇，这3坨小坨的像辣椒酱的是什么？其实呢，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浮游生物。哦，原来这个是浮游生物。对呀，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珊瑚所吃的东西，已经很多集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在水里，其实它是像一个小点这样。还有你们这个看，这个我们其实是叫它是磷虾。那你们猜，我们在这里最大的海洋生物哪一个可以吃这呢？海豚啊。Octopus。巴掌鱼啊！还是我在那个很大的是那个我们吃云点那冰那个辣椒很好吃的。魔鬼鱼。猜的差不多，我们说的他们是福分，对。Mandarin 是这个福分。Mandarin 是福分。我知道是 Mandarin，我知道。你讲懂啊？高油血对吗？来看看。来，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储存室了，里面是很冷的。不怕热，不怕热。来，还行。哇，真的很冷呢，很冷对吗？那你看，在这里我们有好吃的螃蟹，冰冻螃蟹，还有我们有虾。哇，你看都结冰了。
这些呢？这些这些都是大只的鱼啊，色拉鱼啊。你们觉得这边冷吗？冷，但是有更冷的嘞。来，这个去，啊，这个去。来，这里有零下20度。什么？零下10度。我关它在里面喽。里面是放什么？这个，把它丢在里面，不给你们看那个。哎，把它留在里面。我一直以为我不怕冷呢，我怕热。你看，那个，哎呦，冷到走冰的。那个零下20度的，里面放些什么？都是一样的食物啊，但是每天我们早上就会准备明天的食物，就会从里面拿出来。就放在这边就是3度。那现在我们就会去看我们福分喂食。来，我们走。走。快一点把门关上哦！还是你被冻僵了？快上你！来，你们看。很大啊，这里。太大了吧！很大对吗？很多只啊！回忆有。这边。哇，这是我们福分之一啊。它很像蝙蝠侠哎。对啊，它。非常的大，请问多大啊？那其实这是我们的深海奥秘区，是我们在西海洋馆最大的栖息地。这里有4层楼，深度差不多12米深，也有7个奥林匹克的游泳池，水容量哎，哇，比昨天还深啊！那么多水，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哦。Good question. Yes. 那其实这些水我们是引进从圣淘沙附近的海域拿的水。那我们拿的海水呢，我们就会经过不间断的去过滤它，然后才注入这些栖息地。所以你看啊，哇，那个水这样清楚，这样清澈，也是对那个海洋生物比较好的生存啊。那这边的水会排出去哪里吗？会啊，我们的水也会不断的过滤，再排回去大海。可是我看那些福分为什么一直靠向我们啊？哦，因为呢，现在就是要喂食的时间喽。吓到我！你往哪走？吓到我！我来了。刚才你们所看到的磷虾，对吗？这就是喂它们的哦。哇，非常好奇到底是怎么样喂的，对不对？这是什么？吓到我！它们会拍打水面，那福分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喽。哇，这样是这样的啊！然后他们就会把食物放进碗子里面，然后去进行喂食。哦，你看，很聪明对吗？因为它们很大只嘛，所以它们吃的是不是吃很多？对，我们喂食这样就差不多1.5公斤到2公斤，它一天吃2次。你看一下它们很可爱对吗？我觉得他们很聪明，他们好像是可以训练的一个海洋生物。对。这一次有机会来到海洋馆的幕后区域，探索海底奇观，这个体验绝对是非常难忘的。在这里打个卡。小老婆大发现。是不是昨天我们看到管理员潜入清洗栖息地的地方吗？不止哦，我还知道这里是鲨鱼的栖息地，所以我们来到鲨鱼栖息地一定会有特别的任务。对哦，我们有可能是去喂鲨鱼的。哦，我不知道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任务呢是把你拿去喂鲨鱼，因为鲨鱼最喜欢吃高脂肪的肉。胡说八道！昨天我们来已经寻找到答案了，鲨鱼呢是不吃人，只会不小心咬到人，而且我不是高脂肪，我是高颜值。怎么可能？ Serene， 为什么你要带我们来这里？哎，你们不是要多了解鲨鱼吗？那这里就是我们的海域之王区。
里面呢有超过100只鲨鱼，有超过10个不同种类的鲨鱼哦。哎呀，不方便啊，因为我不会游泳，我又不会潜水，我担心呢帮不到你，你还是靠自己吧。你不用担心，那我们的管理员会下去喂食啊，还是会清理栖息地啊，根本不用你下去哦。当他们要潜入去喂食的时候，他们就会穿 chainmail。他们已经在哪？哦，就是这个那个银色的，哇，那你们猜这个会多重呢？哇，这比我去健身房的哑铃还重哎！你不要骗他，你带你们去健身房。我才20到30公斤。来，我觉得8到10公斤。哇，你猜对了，这件衣服就是8到10公斤，真聪明。你确定这个真的可以保护到他们吗？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呢，它的铁链是一个连一个的，但是那鲨鱼不小心咬的话呢，它的牙齿就会碰到铁链还是铁锁，它们就会它就不喜欢那个感觉，它就会放开。也是因为它们是铁的吗？那个牙齿不可以钻进洞里。拜拜拜拜，Be safe。那现在他们是在潜水喂食鲨鱼，鲨鱼所吃的就是像乌贼啊、色拉鱼啊。那你看，那也就是鲨鱼哦。哪里？那在那边，在那边。有斑点的那个吗？对对斑点的吗？对，那个就是我们的豹纹鲨。这只鲨鱼呢，它是在5年前的国庆日出生的，所以我们叫为它 Vanda。它是没有爸爸的一只鲨鱼，它跟它妈妈是 exact copy。哇，怎么样做到的呢？其实呢，有些鲨鱼呢可以无性繁殖。怎么可能？对啊，不是无性繁殖，所以这种鲨鱼也有雄性跟雌性的吗？对啊，但是它们可以在无雄性的环境下无性繁殖。哇，所以鲨鱼的生殖能力很强哦。看动物世界就是这么的奇妙啊！好累我要睡啊！觉。那今天呢，我们的医疗团队有个特别的任务。特别什么任务？什么任务？你讲清楚。那医疗团队呢，今天就会为一个鲨鱼做身体检查，通常不会给外人观看哦，但是你们3位就有眼福了。其实我们已经放镇定剂在里面，是让我们的鲨鱼去舒缓它的精神。relax。哦。那现在呢，我们就会慢慢的观察它的行动，它还好吗？然后等一下过了一阵子，它就会轻松，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个步骤了。所以检查来说，1个月呢会检查几次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身体检查。那因为这只鲨鱼是刚刚生完3只健康的小宝宝，哇！恭喜你！对呀恭喜你，她是个妈妈。恭喜！哦，没事。放心。哎，其实鲨鱼蛮大力的。那你看它在做什么呢？它其实在扫描它的芯片，就是 microchip。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前的身体检查，它的报告是什么。那你看呢？它现在就是 upside down， 我们就叫做 tonic immobility， 给那个鲨鱼比较稳定。它其实有一个水管，对吗？它们还可以继续的呼吸啊，对。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窒息。它现在就在抽血、验血，就可以看出这个鲨鱼健康吗？那你看现在它在做什么呢？我们的兽医就在做超声波检验，就在 check 它的肝啊、肚子啊、它的子宫啊。那你看它在看手表，对吗？因为我们是有个时限的，就是不会超过15分钟。那如果超过会怎么样？通
通常我们就看哦，要15分钟了，我们就会停止身体检验，让鲨鱼可以恢复。现在我们的身体检查已经完毕了。对呀。哇，原来海洋生物跟人类一样都需要身体检查，难怪1000多种类的海洋生物都这么健康有活力。谢谢啦，就在这里打卡吧。平时来到这里都是看到水里游来游去的鱼群，第一次发现海洋馆里有很多秘密之门，推开每一扇门，里面都有管理员在细心照料不同的海洋生物。没错，今天真的要谢谢 Serene 给我们这个机会走进幕后，让我们重新认识海洋馆和海洋生物。谢谢你。那其实我很乐意去带你们去认识西海洋馆。那其实呢，这里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去游玩的好去处。对哦，刚好能使用重新探索新加坡100元的消费券哦。没错，我还知道啊，小孩和少年呢可以通过成人获取60元的折扣票。哇，一家大小一起出游太好了！新加坡真的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继续探索和游玩哦。对哦，赶快上网查询与订票。耶！耶！我做海母，做鱼，这个是什么我做鱼，美人鱼。我做鱼。没搭。小老婆大发现。你们太过分了吧！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人？对哦，你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懂啊？哎，哎呀，人家 Delivery Best 是你们来叫我们找答案的呢。这里又没有人要去那里找答案，又欺负人。被打了，被打了！这脾气不错了哈，我们去找答案吧。去找答案。去找答案吧，不可以生气啊！这里就是 Delivery Base，什么是 delivery base？就是 Delivery Base。哇，如果在 delivery base 就会有 delivery man， 那这样就可以找到邮差哦。出出，就是我们找阿良。你怎么知道？不是找他去。找阿良。不是，请问你是阿良吗？我觉得这位比较像。 Bro，you know where is 阿良？哦，厉害！肯定不是这些女生。对对对，阿良应该是男的。看敏感，看敏感。凉凉。哇，你吓到我凉凉！哎，你们好，我是阿良。啊，对对，我是阿良，没错。哎，你好，你好，因为我们刚才是听可乐讲这里是 delivery base，啊，对对。请问 delivery base 的中文叫什么？区域投递中心啊，那新加坡一共有几个区域投递中心？一共有7个区域投递中心了。哦，所以这里算是最大的吗？不算是了。阿良大哥，我想问你哎，从邮政处理中心分配过来邮件，然后在这里还要分类，如何分类呢？在邮政处理中心，他们是分类大排啊，来到我们这边，我们才分类楼层，一层一层这样子排。你说是楼层，但是为什么会有123楼？这些是排屋啊，哦，私人住宅区。私人住宅区啊。这些应该2708。这些是个 B 号码，比如讲你是第1花园或者第2个花园那些 block 不一样的嘛，我们要分开来。一天你们大概要分类多少信件呢？大概2500左右吧。有时候高峰期可能会达到3000左右了。啊，所以不一定的，对对。啊，尝试下牌楼啊。来，慢一下啊，这个是我不可以给你们看他的名字啊，他的地址。这是1010楼啊，10楼分啊，对。我们这样看一下，我就觉得哇，有要 double check 很多次啊。 15。你看，就好像这种门牌，很美丽，它是2楼，然后222门牌。等你看错变22楼不是惨。 OK， 2楼这里。 7楼、6楼。 6楼来。快，我越来越快，7楼。 7楼来。 5楼。 5楼来。直接看不到。对，看不到，看不到。放错。 7楼。
啊，有啊，很好很好，很快很快，有及格吗？可以没问题我。还有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好啊问阿良大哥您。 OK，来喽。 OK，Let Let go。 go。请问全国一共有多少位邮差？他喜欢问这种问题的。什么？怎么给一个答案？邮差今天要做，连明天 resign 嘞，或者是就是享福了就退休。刚好有一个新的 interview，刚刚，是，然后他就叫明天来上班。对。就可能他妈妈直接生一个孩子，直接叫去参加。这个就不可能啦！胡说八道也要到一个底线，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没有，答不出来。反驳。准确的数目字我也不知道，1000多、1000、1200左右吧你。看是不是？制作组，我们不要回答是对的，因为我们不确定也是。连邮差大哥都不知道。对，1000多呢。感谢邮差辛勤的付出，每天靠体力和眼力，尽其所能的送上上千个邮件，感激感激！我要在这里打卡，耶！请问 delivery base 的中文叫什么？区域投递中心啊。你的头撇了一下，你在看什么？啊，没看东西，哪里看什么？抓到了！写下。因为我们比较少用啊这个词语啊。自然自然。所以我们现在每次都是这个时间出发吗？都是9点多10点左右了，来让你们看看我的战车。是不是这样？就是这里。哎，别太快。哇，来，让我放给你们看看一下。这个箱子很小哎，放得了全部。啊，等一下我们排好你就觉得蛮大，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OK， 我可以帮你。这些信件怎么分类？好像我们最后一趟去的，我们就先放在最底层，所以是方便我们拿了啊。对对对， location。可是我刚才看到有些摩托车是3轮的，有什么分别吗？ 3轮他们大多数都下来送主物的。因为3轮你送主物比较方便嘛，而且信的数量你也可以再比较多一点点。我想问一下，你做了这么多年，遇到最困难的是什么？比如讲遇到高峰期多东西送的时候，又遇到下雨天呐。对，下雨。因为我们要保护信件和这些包裹，不要避免它弄湿嘛。还是可以送啦。还是可以送，没有问题的。速度比较慢一点。是啦，肯定啦。这样子就很安全了，这样子。OK， 现在我要去大排5号那边送我的信件了，等一下那边见啊。OK， 拜拜。OK。凉凉，哎，阿良在哪里？没有。我们是不是来做大牌？阿良会不会在里面？你看有没有？哎，在这里，哎呀，还以为在这边，我等你很久了。耶，小淘气，躲猫猫啊！来让你们看看我的信箱是什么样的。这些就是我们的楼层啊，还有那个邮递号码，这是7楼，这是9楼了。阿良大哥，我想问，像这个这么满的话，如果还有信件要塞进去怎么办？塞不进来。这些如果塞不进的话，我们会上去告诉那个屋主，叫他们下来清理一下。那你上去告诉他，为什么不顺便拿上去给他？OK， 这个是私人物件，我们哪可以乱拿。OK， 来吧，我就送给你们看怎么样放。哇，你看他的手势，哇，是。然后我们要这样摇一下，怕等下有2张比较薄的会粘在一起嘛。以防万一这个啊。你们来 try 一下吗？可以。放错了他就负责。是。不需要摇这么，摇放下放下，不需要摇放太够力。你要怎么样？要跳舞啊？太久了啦，狗狗要。太久了吧？慢慢来没关系，慢慢来，不要放错啊，最重要不要错。你不要错，放完了吗？很难的。还有很多，这边还有很多。阿良大哥，你看这个就是放不进，太大了。哎，我一看我就知道放得进。来，我收你看啊，怎么样放不进？这个这么小个，你看它是几个在一起的，所以没问题的。这个看放得进吗？心服口服。哎，真的，因为这份工作真的不容易，要全神贯注哦。我们一直这样打扰他，我怕等一下他真的放错。对，非常敬佩你，那我们就不打扰你啦。谢谢阿良大哥。好，why here want to put this one QR code SingPost not only deliver mail. So when deliver mail, they need a feedback from the public.
Once you scan this QR, they know the detail from the postman. So when they highlight, if they give a good feedback, they know who the postman is delivering the mail to them. Oh, no wonder. Just now I see got postman of the month. Yeah, that is where postman of the month get their point.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不用客气。 Oh,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小老婆大发现。哇，你们真的很过分哎！这里明明是 store room， 你放一个 question mark 就变问号房了是吗？哎，两位进来，两位进来。你看这里都可以放。有哪里没有？没有哦？不这边咩？有在这边。不是我。孩子讲没有。好好，不要配合你。 OK， 好了，scan 一下来哈。哎，来，快点 scan。 OK，scan。主屋楼下看到的这个门是什么呢 ？Storeroom， store room 咩？ Storeroom 咯，储藏室。有可能是多余的邮件，他们就放在里面了。我觉得我们答的是对的，不要管他了，我们走了。我走了，走啦。答案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去问他啦。Let's go。 Let's go。 Hello。你好。哎，你好，请问你是迷恋吗还？是碧莲？啊，对，我是美莲。我少你一点点，我只是迷恋而已。哦， I don't get it 啊，sorry。 OK，你好。来，重点是这里是什么地方？哦，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可以看吗？啊，可以。 office。哇，很狭窄哎。哇，是。哎呦，这样怎么进去？看他们进来变成行尸走肉了。那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这里是 MTR， 是储放信件的地方，也是我整理信件的地方。为什么是在这里整理，不是去那个 delivery base 整理，然后再对拿出来？，不用去，有司机送我们的信件来这里，然后我们就从这边整理咯。所以这份工作如果自己整理的话，在这里整理会比较自由吗？是的，是因为早上时间我还可以处理家里的一点事情，等再来上班咯。哦，就全部放进去吗？是的，现在我要出发了。远吗？啊，不远，就在这边了。啊，就这里啊？是的，那为什么要整理？把它直接拿过来放就好了。因为我车上还有其他的主物嘛，要去吗？有经验，有经验。嗯。哦，不一样，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是从前面的。来，来，可乐你来做。这个是7楼318，318。哇，这个数字比较多哎。 318，哎7楼，6楼。吧，这边旁边。哦， 哎呦，吓坏了，你还给他7楼318，哎，2个一样的。OK， 还有这个是，哎，7楼318，3个一样的。6楼322，哎，这5楼。OK 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美玲姐来为了我们避免有展示一下。有出差错啦，还是给美莲姐来。对，好，我们看一下你的速度。哇！哇！用飞的嘞，小李飞的，是不是哦？这里就完了。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你是已经记得那个位置在哪里了吗？我已经熟悉了，你知道我做多少年了吗？我猜，10年。再上吧，这上15，再上吧。 10。对了，已经21年了。我看你才28岁耶，你21年，哇，让大家害羞哎。这样你7岁就开始说。哎，根本都不要听你们。哎呦，这个是你们的下一站。又有白灯都是北明灯，哎呦，拿住，来看是什么白灯葫芦。你们知道什么是 post 票吗 post bill。 ？post bill 是什么？你们自己去找。哎呦，新加坡很大，美莲姐，给一点提示嘛。我没有空，我要走了。哎呦，不要跑！拒绝我们嘞，美莲姐，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在他们地。又看稿嘞哈，Let's go。所以你做了21年这个邮差，你觉得辛苦吗？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呢？很辛苦，不过我很喜欢。那你喜欢这份工还是喜欢你老公？我喜欢钱。别倒所以他嘞。 2折，他又喜欢这份工作，这份工作又很多钱。是，又是爱好又能够赚钱，真的是太好了哇，双重享受。
为了让我们更快的收到邮件，邮差们合力完成搬运、分类和递送邮件的工作，分秒必争，达成使命。就在这里打卡吧，耶！哦，何曼，你说对了，真的在 Clementi， 你看 Push Pal。哇，这个很像一个非常巨大的贩卖机，但是我已经看到了重点了。什么重点？You got mail， 代表呢你有信件，就是代表呢如果你在等待信件的话，就可以来这里领取啦，而且它是全自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可以 touch screen 这边。对，你这么厉害，我们都找到答案，我们可以走啊！谢谢大家。Hello。 I'm gonna load this letter for today. So can I? Yeah, sure. After you. What you gonna load? The letter for this block. Oh, you are postman. Yeah, I'm a postman here. Oh, what's your name, I'm Shahiran here. Shahira. Yeah. So how are you going to load your stuff? First, I need to tap the tap card. me. So the order will open. I want to see. Okay, all see 啊！里面有 QR code 嘞。哪里？哎哇，真的！什么？被风吹啊！大风。How come there's QR code inside? Okay, this QR code is for scanner that if doesn't have a letter, then the machine will scan. Then don't have, it will go the next bin. Oh, why go A B C D one? Because it got different size. So the ABCD is to differentiate Yeah. the size. Yeah. So what's the biggest parcel you can fit in? So the bigger parcel for now 40 cm. This one look very funny. How come this QR code look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one? Okay, this one actually is not a QR code. We call it data matrix. Process is same for QR code. Just for this machine, we use data matrix. I got one question. May I ask you? Yeah, Singapore, how many postpel? For now, just two, only two. This block and other block. That 205. 科技推陈出新，智能邮箱啊已经在本地开始运作了。不只是可以减低邮差的工作量，也可以为居民啊带来了更多便利。在这里打卡做纪念。没有酱油味呢，是不是找错了？这是 office 的味道啊。哎呦！哦 no！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OK， 来，请问以下哪一样是新加坡本土制造的产品 ？A. 口罩 ，B. 手表 ，C. 酱油。 C 酱油。这么 confident 啊？我也觉得是酱油啦。我觉得酱油有可能是新加坡制造的，因为酱油很多个牌子嘛。好像新加坡品牌的手表比较少听到，或者是没有听过。口罩，我觉得口罩是日本制造的吗？因为我去过一次日本，我觉得日本人都一直戴口罩的，所以我就觉得口罩是日本制造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样 A、B、C 看下来，对 C 的那个酱油的胜算比较高，对不对？好，我们一致认为新加坡本土制造的产品是酱油。有那里有东西，你看那边，你去，快点！去！哇！手表哎！哇，showroom 哎，这么多！哎，那边还有很多。哇，还可以放照片的。这边可以买手表啊。哇，哎，我想试戴，我要戴这个金色的，哇，亮晶晶。哎呦，这个黑色的好看，你看，很帅气。哇，这个难看这个。哇，真美，只是大了一点哦。外面看起来好看啊！我知道了，制作单位知道我们辛苦。你看3个 tray，一人一个，对不对？太好了，想得美。没有，有人在吗？我要买手表。不然我要拿走喽。走，没有人啊，有人啊。我们这走。哎，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想问这个手表价钱多少啊？然后它有没有 offer， 有没有买一送一？对。还是 free gift 有没有？资料都在网站上面。可是你本人在这边，你就跟我们讲嘛，这个多少钱？我可以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可以。你看啦，没有礼貌，你们。不是没有礼貌，没有拿。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非常欢迎你们来到H2 Hub。那么我的名叫恩义，我是公司其中的一个负责人。所以这些都是你家的品牌吗？是。哎呦，这是本地制造的。是，也是本地制造的。 Made in Singapore。Wonderful。
太好了，讲我们猜错，我们猜的是酱油怎么办？那没事，我们今天就好好的了解本地制作的手表。是。那新加坡还有其他的本地生产手表品牌吗？其实，在新加坡有非常多的新加坡的手表品牌，可是如果说在新加坡生产、设计还有销售的，就只有我们一家。那这个手表品牌创立了多久呢？其实是从1979年开始的，现在有40多年的历史。1979，我妈都还没出世呢。怎么可能40多年，错了。哇，40多年了啊。对，其实父亲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手表的一个修理员。父亲创造这个品牌跟公司呢，是为了要给我们的家庭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所以要坚持那个父亲的信念，是其中一个让我们保存公司营业的其中的一个元素。那另外一个元素，当然我们也找到我们的那个出路。至于我们的手表呢，其实我们是用设计来赢取顾客的心。所以我们了解顾客想要什么，然后从这里下手，做出他们要的那个设计呢，跟在一个不太昂贵的一个价钱，给他一个好的一个质量。所以很多顾客还是会选择买我们的手表。小老婆大发现。现在我带你们去参观我们的设计部。我看不到。刚好设计师在很认真的做工。哦呦，新的设计啊！没有啦，这个设计出了一下了，可是我们在做新的颜色，所以设计师在重新做参考。哦，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Harry， ？Harry。怎么办 ？Harry。准。谢谢。不好意思，他的英文比较不准。对，我在学习中。那在设计一个新的手表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呢？是看那个手表的复杂度。这个看起来挺复杂的，这个花了你多少时间？这个也许要到1个月。设计一只手表，这是一个概念啊。这些全部都是你设计的。对，可是这个你看它很多颜色，其实到最后我们可能只会选几个。我们会先看 prototype， 然后过后才决定最后的 SKU 是什么。所以版的话通常就会长得像这样子。哦。这些都是实体的版。这个就比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还完整一点，对吗？对，只是没有机芯。哦，就是不能够操作的，对吗？不能操作。我们还没有组装，还没有试。其实我在想哦，这些手表都是大同小异的，可能 size 比较大一点或者比较小一点，可是它的面积还是非常的小哎，所以设计上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呀？就是也许我有这样的概念，可是没有办法把它放进手表里面。比如我可能看到路上的那个车，它的轮胎很漂亮，然后我想把它的那些细节放在里面，可是我们可能暂时做不到那个材质还是什么，就没有办法。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层次做得太美观的话呢，其实手表看起来会很厚。不过真正戴在手上的时候，其实手表又不能够太厚，不然很像戴着一个面包这样。所以设计到最后是什么标准才可以通过呢？第一，设计需要美观。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材质需要好。第三的话，当然是要可以运作。然后第四，成本是需要遇到那个会计部的那个审批才可以 pass。所以这4个步骤都已经 pass 了，接下来就要进去制作了嘛？制作不会也是在这里吧？是的。这个表面很熟哦，这个表面是3个怪物。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制造表里面的这个面积。OK， 这是我们要印在的表面的上面。哦，懂了。我们用的这个 technology 是叫 solar printing， 它用那个 UV 的那个光呢，把图案呢印在那个手表的表面上面，这样子它就比较耐用很多。那老板除了可以印在表面上，还可以印在哪里呢？其实也可以印在手表的背面。背面我难想象哎。背面是什么意思？老板要脱手表送我们吗？送我们吗？什么？我们的脸。老板，为什么你会带我们的照片放在你的手表背面？你是什么时候带着这个手表的？在你们进来之前，我就换上了这只手表。以后我有男朋友了过后，我就要印我跟我男朋友的照片在这个上面。然后天天带着。逼他带着，逼他带。完成。
所以我们做好了表面过后呢，然后过后我们就要去把这个手表装配起来。可是，在装配之前的话，我也是要 show 你们跟一些明星合作的手表设计。哦，就这4只，对，我最喜欢红色。对，诶，谁？我看不懂。要看那个表。这是 Soundwave 哎。哦，这个什么轮？炎亚纶啊！啊，炎亚纶，对轮海。这个是他要跟他的 fans 讲 he loves them 了。所以原本他本来要放他的狗的照片，我跟他说，如果做一个这样的东西会比较有层次。哦，因为他是歌手，所以用 Soundwave 是跟他最贴切的东西，对吗？是，我已经决定了，我也要做一个 Soundwave，因为我也是歌手。但是你的 Soundwave 是平的嘞，一条线嘞，没有起伏，表情很大。好，那第二只呢？还有呢？我看到 Rocky 是一个外国明星吗？这个是 for 他的 movie 的，所以这个是帮史泰龙做的。他要一个关于 boxing 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带做成了这个，像一个金腰带一样。对，就是那个打 boxing 的感觉。哇 ，impressive 嘞！哇，那接下来那只呢？就是越来越精。来，我看一下，要看哪里呢？这是一个老鹰。这个我看不懂。Aerosmith。哇，这个手表其实我们做了很久，1年半了。1年半啊？因为这个很多的trial and error， 还有你会发现到其实它的表面大过它的后面，所以什么东西都要从前面。对，所以很复杂。如果有什么东西坏要修的话，一定要拿回来啊，很复杂这个修。最后一个了，这个在哪里？在这里。哎呦，2个 F。 2个 F 飞飞，我还以为是丁丁。这我们就摸不着头绪了。2个 F 是 Foo Fighters， 也是美国的，他也是唱摇滚。19年的时候，我们就想把这个东西带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才发展了做了这个印刷的工作，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样的这个惊喜。你真的是很厉害哎！你自己的手表跟明星合作，全部都是大咖。对，哎呀，快点加进来啊！希望我们以后有一天也可以跟应该加这只。好了，天王巨星。哇，这里就是组装室。哇，老板，你的公司这样小小哦，但是全部都在这里完成呢，真的很厉害啊！公司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想起什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老板。什么问题？我们要得到答案。所以你看他手很长，不需要动嘞。来扫一扫。请问，制造一只手表总共有几个步骤？啊，手表分很多种哎，一种是有电池的，一种是全自动的，哇，那个步骤很多。第一步是什么？把那些 mechanism 组装起来。第2步放进去那个手表的外壳。第3步盖起来。第4步手表带。还有你们忘记了，还要用螺丝转一转。那个也算一个步骤。转5个。不一定，有些是这样按 back 就这样。我觉得是有8个步骤，因为8比较好预兆。第一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看，用眼睛看先，不要用什么。没有这样的啦，没有了。第2个步骤 OK 选好了之后拿是第2个步骤。第3个步骤组装起来。第4个步骤，然后放在那个壳里面。第5个步骤盖起来。第6个步骤锁螺丝啊。第7个步骤装袋。第8个步骤戴起来自己试戴一戴。所以8个步骤。OK， 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构思开始呢，然后 after that 我们就要画那个3D 设计图，画了3D 设计图过后呢，我们就要做板，做了板我们就要试一下那个板能不能 pass technical side 的审批，审批完了过后呢，然后我们就要真正去做那个大货出来，做了大货过后呢，我们就要 QC， 然后 QC 完了过后呢，我们就要组装。组装完了过后呢，我们就要批发还有销售。完了吗？完了。所以是8个。那老板，这8个步骤要多久才可以完成这8个步骤呢？大概9个月到1年。当然，我们会同时间做很多个不一样的设计，这样的话可以把时间加快。所以差不多可以产多少只手表？5万只。可是如果你是说设计的话，1年通常我们只可以设计10到20个款。哇，也很多啊！哦，好了，他连手表带都弄好了。是这么快，谢谢。哇，你看很美，你看它的整个配搭很高贵，很经典，是不是？我们只有老板，谢谢你，老板，谢谢你。开胃。
跟我回来。可是你反应很快啊！越来越快了。来，你要开什么会？我们要开会啊？怎么样？因为手表就一只，要给谁呢？当然是给青春美丽的我，是不是？给我。给他了，反正他仰慕我们这么久了，就给你了。好 OK，我们去跟老板讲。下一集你就要穿出来，你要知道是哪一集。这么容易就让给我？他们是不是仰慕我很久了？他们对我有爱意，他们有企图，他们贪图我的美色。哇，我真的不知道还有 Made in Singapore 的手表，以后要买礼物送给外国朋友，我又有多一个选择喽。OK， 我就在这里打卡吧，耶！哎呦，不要问主持人了。哪有主持人像我们这样笨？对咯，可以，如果是可乐取代可乐，可以拿郑龙取代可乐，人取代我就拿可乐取代我。如果郑龙是拿可乐取代他，应该是这样。是有点 stupid 的回答，但是我们满意。我们是 stupid 的，是用 stupid 的人代替 stupid 的人了。哇三个 stupid 的人在一起就。而且还讲用 stupid 的人代替 stupid 的人哦。呢？啊，没有讲到自己哦。他自己嘞。